年轻人的第一台 GT 到底是长啥样？或许这台海豹06 GT 能给你答案。兄弟们，你们都知道啊，黑神话悟空一直都特别的火。那最近呢，比亚迪也是跟这个游戏进行了一个跨界联动。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黑神话悟空跟这台海洋爆款它进行一个联动之后的海豹06 GT 到底怎么个事儿。那首先呢，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先说外观，它其实还是这种海洋系的这么一个前脸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它的这种波浪式的前脸，包括它的整个灯，整体看着还是非常的有运动感。那 GT 你知道的，非常适合年轻人的，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脸应该会有不少的年轻人喜欢。颜色呢，它是一共有4个，其实我个人是最喜欢黑色，整个显得可能会更加的沉稳大气。当然你们喜欢哪一个，也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下大小，它是4.6米的车长，2.8米的轴距，其实空间表现还不错。一会儿呢，我们可以上后边给你看一下，看到侧边下面呢，它是给你用到了一个加通的胎，里边呢给了你一个红色的卡钳，整体的这么一个轮胎，这么一个鼓跟外观还是比较搭配的啊。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下它的储物空间，前备箱呢它是有40多升的储物空间，这样的话就经常能够用到的这些包啊，以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可以放在前面了。来到后边呢，咱们来看一下空间啊。首先它是一个电的，这个呢非常的方便。那打开之后呢，现在在后排座椅没有放倒的情况之下，你是能够放下380升的。那这个储物呢，你放一些你日常用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完全没有问题啊。然后打开底下这个小地台底下，它还有一些储物的空间，那你是不是可以在这藏点这个私房钱是吧？也挺好的。在这个后排座椅放倒之后呢，它就给到你1000多升的这个空间。那有的时候应对你一些搬家的时候，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以及放一些你的这种大件的运动的装备，高尔夫球杆以及你的这个雪具等等。在这儿呢，你也看到了它是有这个外放电功能的，这边呢你就能够玩黑神话悟空了。这一点呢，对于一些喜欢出去自驾游、喜欢出去这个露营的朋友来说就非常合适了，因为在这儿你出去玩的时候、露营的时候，你就可以带一些这种小型的家电、小冰箱啊等等，这样你露营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家电支持了，也能给你更愉快的这种体验。来到车里呢，首先你会发现它整个的设计还是基于海洋美学理念去打造的啊，非常的极简。那另外呢，就是颜色，它除了这个白，它还有一个蓝色。当然，其实我觉得这个白色它可能会跟整体显得更加的搭配一些，而且你能够看到它上面用到的这些材质，不管是上面有点类似这种麂皮，还是下边这些纹理的感觉，整个搭配起来你会觉得其实显得还挺有档次感的。再有呢，就是它的智能化了，这块屏呢，它现在用到的是 D-Link 100的这么一个系统。虽然说现在它没有用到这种市面上很主流的8555芯片等等这些屏啊，但是呢，你能够看到它的这个响应度、清晰度，包括灵敏度都还不错。这块屏里面呢，它还有一些我们经常能够用到的场景模式，比方说像露营啊、洗车啊等等，而且它上面还有一些咱们经常年轻人能够用到的一些 app， 像微信、哔哩哔哩、抖音，还有网易云等等。再呢，就是你前方它是有一个12英寸的 HUD， 那这样的话，其实你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就不用这么低头去看仪表了，还是蛮方便的。头顶有一个超级无敌大的这么一个全景天窗，遮阳帘呢还是有的，所以夏天像现在可能室外温度，我们在三亚啊，这个温度已经可能有个20度了，尤其在这种正中午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它特别的晒。除了全景天窗呢，它在这儿还有50瓦的手机无线充，再加上它整个的储物空间也非常大。这边底下它给你掏空了，你在这儿可以放一些你的这个平时不用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这个扶手箱里边也非常大。它有一个非常贴心的地方，就是它这个杯架，除了就是你能正常这么放之外，你往下一按，它还非常的深，就这个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啊。这跟别的还不太一样，整个车上用到了很多圆圆的设计，包括整个方向盘，它就完全的没有这种棱角啊，而且它这块中控也是给了你一些能够放实体按键的部分，比方说呢双闪啊、模式啊，包括像这个空调风量、换挡等等。而且你知道它用的都是中文，这点必须要给好评。来到后排呢，咱们来首先看一下空间。现在呢，前排驾驶员已经调好了，虽然说可能它的这个空间不能说像理想那种很大的 SUV 那么宽敞啊，做不到。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级别来说，满足你一些这种年轻的小家庭2-3人来说绰绰有余啊。而且中间它这个地台是一个纯平的，所以其实你中间这个人他可能坐久了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累。座椅我还是蛮喜欢的，它的整个支撑性包括承托感，我觉得是给到了，尤其是这个腿部的感觉啊，它这个全景天窗非常的大，所以其实当整个遮阳帘打开之后，你就会觉得说你的视野是非常开阔的。底下给了你一个 Type C， 一个 USB 的口，所以这些简单的基础的东西都能够满足你日常的所需了。朋友们，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台车给开起来了。那首先呢，要来跟你聊一下它的驾驶感受，因为毕竟是 GT 车型嘛，你肯定非常关心。而且其实它的定位呢，就是年轻人的第一台 GT。这台车你一上手，你就感受到它真的非常的 GT， 尤其是可能你在打转向的时候，就会感受到它的整个转向的是这种非常轻盈，并且呢是非常灵敏的整个感觉。驾驶模式呢，它是有4种，有标准，还有经济，有雪地，还有运动。其实我觉得这几个，如果说是我的话，我最喜欢的还是它的运动模式，因为当你打开之后呢，你就会感受到它
整体的感觉会来得更加的轻快，然后更加激进一些。这台车它其实是有这个 FSD 可变阻尼减震的，所以呢，在我们经过一些减速带呀，或者说一些这种烂路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它把这个底下的这个路感，包括一些很细碎的颠簸给你过滤的特别好。但是呢，它又不是这种完全的纯舒适项，因为毕竟是 GT 车型，它肯定还是会有一点的运动感保留在里边。悬架呢，它用的是前双球头加后五连杆的这个悬架，调的也是这种比较偏运动的。虽然说它非常的运动，但是呢，也同时做到一些很舒适的感觉，这一点还是必须要给好评的。再来聊一些它充电上的信息。那咱们今天开的这台车是一个4驱的顶配型啊，它是搭载了碳化硅的平台的，充电速度你就完全不用担心了，从30充到80的这个快充时间只需要20分钟，基本上就是你中午跟朋友一起出去吃个饭，或者说你买杯咖啡的这个时间，对于你通勤还是非常方便的啊。整车呢都搭载了超安全的 C2B 的这个整车的安全架构，再加上比亚迪的这个刀片电池，安全这一块你也完全不用担心。L2级别的辅助驾驶了，像经常咱们能够用到的这些 ACC 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都能够有啊，而且就是它在配置上面，它也是有这个360的全景影像，就算你可能是一些新手，你也完全不用担心。除此之外呢，就是它的这个能量回收了，它的这个调节呢有2档，一个呢是标准，一个是较大。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2个区别不是特别大啊。如果说你调成较大的话，我觉得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区别。当然，就是每个人的这个驾驶感受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拿到这台车，你把它调成这个不管是较大还是标准，也欢迎你把你自己的感受分享到这个评论区来跟我们聊一聊。最后呢，咱们再一起来总结一下这台车，它是有3个续航版本和2种启动形式给你选，价格呢136800起。那其实我觉得它最低配的这个版本就已经能够符合大部分年轻人对于它的这个所想了。那刚才呢，咱们也体验到了，不管是从它的这个空间，包括颜值，以及它非常重要的驾驶感受的部分，还有它的 L2级别的辅助驾驶，以及里面它很多很智能的部分，都能够满足很多朋友对它的这个所想的。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你对这台车感兴趣的话，你就可以去你当地的4S店去亲身的感受一下这台车了。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期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